Hello， 大家好，我是信，今天终于是来到我们数码宝贝2020年版的第1集观后感了哦。等这天真的是等很久了，没想到数码宝贝在1999年首映后，还可以推出重制版，算重制吧。这支影片不会有动画片段，应该会以截图来表示一切的内容，毕竟还是要亲自去看比较好。那么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数码宝贝2020第1话大纲跟观后感 ，Let's go！在影片开始之前，请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以追踪最新的信聊数码宝贝系列影片。首先，我们会听到这次由担任过好几次数码宝贝插曲的古本贵义先生唱的新主题曲《未确认飞行船》。歌词第一句“乘着墙，乘着风高飞 ”，Kaze ni notte 就是在致敬 Butterfly 的“乘着风 ”，Kaze ni notte 看得出这次制作组是真的很粉数码宝贝。然后画面上有不少的画面捏它，像是旋转的太一歌词等等的，这些都有在致敬原版。那进入副歌战斗演出那段也超赞，如果整部的作画都能这么好，我觉得配合情怀，这部绝对是霸权。前提是没崩。最后这次的机械暴龙兽跟战斗暴龙兽在露脸的时候，气场强到爆开，那个数位化线条，然后穿上机甲的那个演出，我真的很喜欢，让我想起 PS 时代的数码宝贝游戏啊。虽然这部的标题上我们就可以看到暗示啦，不过最后闪过的奥米加兽算是确定了，它在这部里面肯定会登场。可是制作组说进化路线会有惊喜，我目前是看不出来。然后根据数码宝贝大集合的画面，没有天使兽跟迪路兽，表示光武这2个人呢实际加入冒险应该会比较晚一点点。而在故事一开始，这部马上就用画面告诉你，我们现在的科技水准不是1999年代，迅速把观众拉回现代的网络时代。我们会听到这次的旁白跟之前配阿武的平田广明先生不一样，是由配过基尔兽的野泽雅子小姐负责的。第1话的时间点是看不出有没有跟以前一样在旁白里面埋什么梗。我们来到第1幕会看到一些跟疑似水母兽的数码宝贝苦战的滚球兽，随后马上切换到太一准备出发前往夏令营的画面。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出一个细节，太一家的摆设跟1999年版本是几乎一样的，然后八神家的猫还是在那边。小小兵板加尔登场是意外的早。不是真的穿得很像。太一跟妈妈通电话的时候，还不忘要跟妹妹打气啊。我们虽然不知道这边是为了什么要打什么气，但是加上片头曲的待遇，我们看得出嘉儿在这部地位里面还是很特殊。在故事开始没有多久，8大主角之一的光子郎他就登场了。这次太一跟光子郎的关系不像1999是本来就玩在一起的好朋友，反而是在这个时间点他们才第1次见面的设定。来找太一的光子郎是想要请教关于夏令营的事情，结果太一马上请人家来家里做。这很可以，这很太一。但在进门之前，我们可以看到一小段细节的演出。光子郎他不敢去别人家，这次2020版的光子郎比原本的版本还要再害羞很多，留了不少空间等以后解释光子郎的经历。是什么造成他不擅长跟人沟通呢？果然数码宝贝最知名的人物背景描写，这次应该会有很好的表现。那也有可能是因为光子郎他不善与人交际，所以他整天埋头搞3C 产品。剧组给光子郎机会展现自己的电子才能。我们仔细看这边的细节，光子郎已经从笔电升级成平板电脑，而且是Tachikawa 太刀川电脑公司制造。对，美美家制造的，美美直接变成超大企业千金小姐，2020版最大赢家就她了。就在太一跟光子郎2个人认识没有多久，东京的交通网络就出了问题，到处停电跟乱闪信号，造成交通大混乱。最严重的是电车直接不靠站爆冲。太一想到妹妹跟妈妈还在搭电车，所以基于担心，就跟光子郎冲出去找电车了。好，我们先讲一下，这次的太一非常早熟，早熟到爆。无论是对家人的态度良好，关心妹妹，对害羞的同龄人又比较友善，看到别人有优点也会直接去称赞。这个太一就算你没有1999版的粉丝滤镜，他还是会讨观众喜欢的哦。而且他在第1话就勇气爆棚，冲进去瘫痪的月台想要去救家人，然后就被选召到网络世界了。同一时间我们会看到其他被选召的孩子，顺序是素娜、阿柱、美美、阿武跟嘉儿。到了网络世界的太一直接领一台日币8800的新版神圣计划，片头的那只滚球兽也因为接收到太一的勇气能量，进化成了牙骨兽，跟1999版到完全体篇才介绍8个人的特质不一样。这次很强调太一的勇气是牙骨兽的进化能量这件事。然后阿和没有出现在被选召的画面，是因为他其实是比大家更早成为被选召的孩子，早就去闯荡江湖了。牙骨兽见到太一的第1句话是“我终于见到你了，太一”这台词不知道是不是跟 Last Evolution 或者1999版有任何关联。总之2个人相见没有多久，就好像见过彼此一样，变得麻吉嘛。这时候有一堆疑似水母兽的数码宝贝攻击过来，牙骨兽就
抗战，战斗作画明显比以前好非常多。然后我之前不是有做影片聊过说，太一跟大辅遇到战斗都站在旁边发呆打气之类的吗？这次我原本也以为太一又要当发呆哥打酱油，结果你猜什么？他被学弟大门大感化，直接热血开揍。我很期待你的发展啊！2020版太一在打完第一次群架之后，光子郎接入神圣计划的新功能，它可以当做对讲机通讯，这点真的让我感觉很像洛克人 EX1，只是光子郎是热斗，太一跟亚古兽是洛克人。那我们在这边又接入了新的设定，打倒这些引发电脑故障的数码宝贝，现实的危机就会解决。这边清怪配上光子郎当指引，真的有种我们的战争游戏的即视感。在清到最后一只数码宝贝的时候，那只数码宝贝进化成成熟期，甚至加速了电车对撞的时间。亚古兽因为完全打不赢那只成熟期，直接被打歪。太一带着受伤却不放弃救人类世界的亚古兽往前冲，这个基于勇气的举动，变成了亚古兽进化成暴龙兽的关键。这次的进化画面非常帅，大家一定要亲眼去见证。虽然还没有给出专属的进化画面，但是我们现在才第一话啊，不要急。在战斗的表现上呢，暴龙兽的动作很有野生恐龙的感觉，屌虐踹那只不知道在喘三小的暴龙兽。而且这边的战斗不仅作画精美，还有超多的细节。这次的暴龙兽遇到实力明显比自己更强的数码宝贝，原本是会被打烂的，是太一身上的能量保护了暴龙兽，然后能量对轰失败的暴龙兽也被太一征服了力量，才能反杀实力比自己还强的对手。所以这次被选召的孩子不像以前只能在旁边加油，实际辅助战斗的表现可能会比原版还要更多哦，这算是一个非常好的改动。第一话就在这次的战斗下画下了一个不错的句点，但光子郎马上就说哦，又有数码宝贝在搞网络攻击，这次的受害人是美军啊，如果不阻止的话，这次军事兵器会暴走，希望太一可以赶快去阻止。然后阿和就骑着加鲁鲁兽登场，对，最后几秒情报量超多，这次剧情要这么紧凑的吗？然后就是来聊聊这次的片尾了。OP 的主题明显是由太一的视点展开整个冒险，而 ED 的主题很特别哦，是用阿和当主角，讲述他的孤独。我们可以看得出他跟阿武他们兄弟俩之间的关系应该还是跟原版一样，因为一些不可抗力的因素，两个人必须分开。然后也看得出他自己一个人在网络世界奋斗了一阵子，在被黑鹰笼罩的人生，因为遇到了其他被选召的孩子，才迎来阳光。这个 ED 是描写他的友情走向，我觉得有戏哦。这次阿和的戏我很期待。那最后我们再做几个总结，跟我很在意的未来的发展。首先是作画的部分，数码宝贝系列作品其实一直以来作画都不是太好，即便是有大门大的拯救队，其实也是偏崩。数码宝贝系列在画面上有所提升，是在设定上大家都不太喜欢的第6部，那一部有一堆神作画演出，所以呢就是一堆静止画，我们不提也罢。哎呦，单压。而2020版一开始作画就秀了一波，不过这毕竟是第一话，作画好是理所当然。我们先等撑过10话，才能确定整部的经费到底够不够。try 第一话演都不演的，就摆明我就画得很烂啊，那种态度跟这次2020版差非常多。再来，我想聊聊主线，目前还是处于一个不明的状态。不过官方网站上亚古兽的说明栏有表示，亚古兽曾经在古代的战争中立下大功，这个古代战争很有可能就是这次的主线剧情的核心。最后要聊的是进化路线，开播前制作人就有说过，进化路线上会有惊喜。不过目前看起来，亚古兽、暴龙兽、机械暴龙兽、战斗暴龙兽，甚至奥米加兽的路线都没有任何的变化。他们所有的惊喜，我在第一话是看不到的。整体而言，我太喜欢这次的第一话。虽然剧情节奏很快，不过细节解释也相对的很多，看得出制作组很爱原版的数码宝贝，是有爱的制作组。光是这个爱，我先给他打70分，作画精良再加10分，情怀鸡皮疙瘩，我再给10分。第一话作为交代一切的起源，我觉得该做的都有做到，所以90分以上应该是没有问题。我们期待后续看涨。2020年我就追这部了啊！有人可能会想问，光子郎好像他怎么马上就懂一切数码宝贝世界的事情？其实他的平板在一开始拿到神圣计划的时候就被安装了被选召的孩子专用的支援 App。里面应该有所有他需要知道的知识哦，这次真的是太智慧啦！这支影片就到这边，你对这次的第一话有什么感觉？对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期望吗？欢迎大家在留言区讨论，分享自己的看法，也影响我的看法。喜欢我的影片，麻烦按一个喜欢，也麻烦订阅我的频道，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哦，因为订阅了不见得会跳出通知你有新影片。想看我分享生活的朋友，欢迎在留言区追踪我的 IG。那么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啦，拜拜。